好了，今天開場呢，先給各位一個數字。印度鐵路呢，最近一次招考開出9萬個職缺，來了3000萬人，比台灣全國的人數還要多。而有些崗位呢，是1800個人搶一個位置。然後我再跟各位分享一本書的書名啊，這本書名囂張到你一看一定笑出來。它的書名叫做為什麼窮人不殺光我？聽起來很像恐怖分子，對不對？但其實不是。他講的是在印度這麼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況之下呢，為什麼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這些白領階級還活着？問這句話的人呢，是印度作家 Manu Joseph。他口中的我們，就是知道酪梨一斤多少錢的那一群都市精英，因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酪梨，根本吃不起酪梨。一場1800比1的考試，跟窮人為什麼不殺光有錢人，這兩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想要了解印度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還有印度現在在全世界面臨了什麼狀況，還有我們會因為印度面臨的這個狀況，我們會面對什麼樣的挑戰，你要聽這裡的內容。來，今天是2026年7月11號啊，我們會講到 Manu Joseph、Masulafur 補習成、Concert、NEET 洩題，還有印度把移民寫進國家法案的逃生法，高市早苗還跟印度有兄妹外交嘞，以及跟着接棒的台灣。謝謝景浩兄的抖內。來，我們今天先從一本書開始講。2025年呢，印度有個作家叫 Manu Joseph， 出了一本書。這個書的書名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實在是想說你在開玩笑，是不是？但就不是，這書名叫做 Why the Poor Doesn't Kill Us， 為什麼窮人不殺光我們？各位先停3秒，體會一下這個書名。各位也不要拿你有限的知識講說窮人怎麼可能殺光富人？幹嘛？七殺悲，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不就是農民起義？你連這個歷史都不懂了，你在那邊吹，回去讀書，拜託。如果真的貧富懸殊達到一個差距的話，國家的確可能革命，的確可能崩潰啦。多讀書就知道了，好嗎？各位先體會一下這個書名啊。為什麼窮人不殺光我們？這句話裡面呢，最關鍵的不是窮人，是那個我們。在這個書裡面講的我們是誰？不是你哦。不是那印度吃8億就近糧的底層，是 Manu Joseph 自己那個階層，住在孟買，住在德里那種有警衛、有門禁的高牆社區，冷氣開一整天，周末喝紅酒，知道進口酪梨一斤賣多少錢的印度都市精英。所以這本書的書名其實是一個階級。對着鏡子自己的自白啦，我跟你講，這才是這本書狠的地方。為什麼狠？為什麼狠？因為他不是站在窮人那邊喊說你們好可憐，他也不是站在有錢人那邊喊你們不要鬧，他是站在有錢人那邊冷冷的問了一句：我們這些人說起來也沒幾個，我們住這些好房子，開這些好車，外面的8億人隨便湧進來一波，就能把我們全部淹死。他們人這麼多，日子過得這麼慘，憑什麼他們沒有動手？謝謝李景浩兄的抖內。這個禮拜6顯然牙科診所沒開，他就過了快樂的生活。也謝謝貓貓抖了西班牙。景浩兄最近晚上很忙啊，好久沒看到直播的時候上來了。各位，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們平常講社會為什麼會亂，就底層人太多，很少有人反過來想社會為什麼不亂，
可是你仔細想一想，一個國家14億人，貧富差距沒有辦法想象啊！最有錢的那1%哦，拿走全國40%的財富，底下幾億人哦，一天賺不到幾塊美金。這種結構為什麼可以拖1年又1年，拖一代又一代，穩穩的運轉下去，沒有翻掉？哎，你往北邊一點看一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初不就是一個圖書館園，一下子農工階層全部翻身？哎，那你印度為什麼動都不動？印度為什麼動不動？都穩固在那邊。這就是 Manus Joseph 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整場直播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希望讓你從印度內部的角度去了解印度，你不要單純只是恐懼，他們會變成這樣是有理由的，你要知道理由才能夠預防啊。就像那個什麼網友講的，他說新加坡為了解決人口問題吸引了印度人，結果現在也是尾大不掉，被人家叫做印加坡，然後其他各國都在防範這個狀況。剛前面有一個白痴說什麼中國已經接受50萬人，你哪公嘞？中方就是千算萬算不敢讓印度人進來，複製貼上，複製貼上，所以他到目前為止，对印度的移民非常不友善。非常不友善，所以你還他媽50萬人呢？你台灣自己要擔心會不會進來一堆阿薩布魯的印度阿三，好不好？來，我先把話講在前面。印度的這個問題啊，它的答案一點都不溫暖。你可能會想，是不是因為印度人比較認命？是不是因為有宗教、有輪迴、有種姓制度，大家相信這輩子辛苦一點，下輩子就好了？是不是因為印度政府對窮人也不錯，有發糧食，有 social welfare， 有社會福利？這些都有一點關係，但都不是核心。真正讓這座金字塔站得住的，是一套精密到可怕的機制。這套機制 ，Manus Joseph 拆給我們看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們今天用另外一本更有名的書，還有《經濟學人》一篇很扎實的田野報道，幫他補完。這套機制叫做維穩公式，維穩哦，請注意，印度也要維穩，因為它不維穩嘛，幹印度就要再見了啊。第一根支柱叫恐懼，叫恐懼，這個好懂。就是媽暴力鎮壓，警察、木棍、監獄、法外處決，讓你知道你敢動，你的下場會很慘。這一根條啊，這根支柱負責是不敢，讓你不敢。第二根支柱叫做希望，這根支柱呢，其實妙了，這根精緻啊，是一個精雕細琢，非常類似以前華文世界的科舉。他不是逼你不敢反抗，他是讓你不想反抗，因為他讓你相信你不需要反抗，你只要再努力一點，再讀1年書，再考1次試，你或者你的小孩就能爬上去。這根支柱負責的是不必。第三根支柱最陰狠，叫做弱弱相殘。他讓最底層的人把彼此當作敵人，你搶我的資源，我搶你的機會，我們互相踩，互相咬，忙到根本沒有力氣去看塔尖上的1%。這根支柱負責的是無暇、不敢、不必、無暇、恐懼、希望、內耗。在聽直播，各位，你把這3根支柱擺在一起看，你就會發現一件很毛骨悚然的事情。印度這個金字塔之所以穩，不是因為塔尖的仁慈，也不是因為塔的基礎底下人有多認命，都不是，是因為底層的憤怒被這3根支柱一根一根精準的引走了，關起來了，消耗掉了。
憤怒沒有消失啊，憤怒只是被管理了。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一根柱子一根柱子的分析，分析完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印度的故事，這是一套所有金字塔社會遲早都要用上的維穩技術。印度只是它更激烈，它的人數基數更大，用得更赤裸，赤裸到連他們的作家都忍不住寫了一本書。我們這些人到底憑什麼還活得好好？好了，那個書名為什麼很好笑？你現在懂了吧？因為那不是幽默啊，那是一個階級在深夜裡摸着自己還在跳的心臟，他鬆了一口氣。他說：“幹，好險，好險，好險！”來，我們先講最好懂的那根支柱啊，就是恐懼啦。恐懼最好懂啦。各位，你如果有看過印度的新聞畫面，你一定看過一種東西：印度警察穿卡其色的制服，手上拿一根長長的竹子做的棍子，或是木頭做的棍子。那個棍子有個名字叫做拉提，叫做拉提。這根竹棍哦，就是印度维穩的第一個符號。它平常就是這樣，警察一排，就像我背後這張圖一樣，一排站在巷子口，手上握着拉提，往那邊一站，後面是一群被欄杆擋住的居民，貧民窟的人探頭探腦，想要看看，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探一探就就開始跳起舞來了。那地上是積水，反射着昏黃的路燈，旁邊一隻野狗在水溝邊聞來聞去。這個畫面你看着會覺得好像沒發生什麼事情嘛，太平無事，警察就站在那裡而已。對，重點就在這裡，重點就是他就是站在那邊而已。就把你嚇得死去活來。在聽直播的各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真正有效的恐懼不是天天打人，天天打人那個叫暴亂，而且有的時候你棍子會被搶走，那維持不了秩序的。真正有效的恐懼是那根棍子隨時可以打，但現在還沒。那個狀態是我今天沒動你，是我還沒想動你的那種壓迫感。這叫什麼？這叫威懾。英文叫做 deterrence， 它靠的不是實際的暴力，靠的是暴力隨時會來那個預期。那根拉提杵在那邊像打狗棒一樣，它傳遞的訊息很清楚，這裡是我的地盤，你們給我安分，你敢往前一步，這根棍子就招呼上來。而且我告訴你，印度警察打人他媽是真的敢，是真的把你當狗打。人權組織過去幾十年一份又一份的報告，講印度的警察暴力、羈押中的死亡，還有一種東西特別可怕，叫做 encounter killing。我解釋一下這個詞，這個詞很關鍵。encounter killing 呢，硬是要翻成中文，叫做遭遇戰擊斃。遭遇戰擊斃。幹，印度用水用電都有問題啊，台灣這邊是還沒有問題啦。So far， 實際上啊，對，明天下午2點我們網聚啊，各位在台北、在內湖附近或者是到了台北的網友，明天見啊！明天我們就開心的聊一聊，再把大家現在的狀況分享一下，應該還會直播吧？來。Encounter killing 字面上翻作遭遇戰擊斃，聽起來好像是警察跟歹徒交火，正當防衛把人打死了。在實際上，在印度的語境裡面，這詞很多時候是一個委婉語，它指的是警察抓到一個嫌疑犯哦，不經審判，不上法庭，直接在執法過程中，哎呦，不小心把人打死了。然後對外宣稱他拒捕，他先開槍，我們是遭遇戰，我們是被迫的。這種事情在印度可不是傳說啊，它是有大量公民記錄、大量新聞報道的現象。有些邦在某些時期，警察會因為這種 encounter 做得多，被當成英雄，被升官。你想想這個系統跟訊息有多強烈，國家機器可以合法的
不經審判的讓一個人消失，而且做這個事情的人不但不會被罰，還會被獎勵。唉，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把這個放進維穩公式裡面看，第一根支柱要達到的效果是什麼？是要讓最底層的人在腦子裡連反抗這個念頭都不敢完整的想出來，因為反抗的成本被這根支柱標得清清楚楚。你敢輕舉妄動，我他媽打狗棒就把你當狗打，一不小心你被打死了，我還升官進爵，我才不怕嘞！你反抗，輕則吃拉皮，重則進監獄，最重你可能就這樣被遭遇戰給遭遇掉了，連個說法都沒有，連個說法都沒有。我打個比方啊，就像你隔壁住了一個脾氣很差又養了很凶狗的鄰居，那只狗平常拴着沒咬過你，但你每次經過，你都會下意識的繞遠一點，走路輕一點。為什麼？那只狗又沒咬你，因為你知道它可以咬你，而且咬了你也告不贏，於是你根本不需要那只狗真的撲上來，你自己就先把自己管好了。這就是印度的恐懼支柱最省成本的地方，它讓被統治的人自己看管自己。國家不需要在每一條巷子都派警察，它只需要讓你相信每一條巷子都可能有警察，而且那個警察的棍子可能隨時落下來。那你可能會問啊，朱大，光靠恐懼夠不夠？一個社會光靠木棍跟監獄能不能穩住？當然不能，當然遠遠不夠，因為純粹的恐懼有一個致命的破绽，恐懼會累積怨恨。你今天用棍子壓我，我不敢動，但我心裡恨你啊，這個恨會一代一代傳下去，越積越多。純粹靠恐懼撐着的社會，就像一個一直在加壓但完全不洩壓的鍋子，你壓得住一時，你壓不住一世。壓到最後，反正橫豎都是死，那個鍋子就炸給你看。歷史上多少革命都是這樣炸出來的，所以聰明的維穩從來不會只靠恐懼，恐懼只是地板，是底線，是那個你敢亂來就完蛋的下限。真正讓像印度這樣的金字塔長治久安的，是另外一根支柱。這根支柱啊，不管你敢不敢，它管的是你想不想。它要讓你打從心裡覺得，我根本不需要反抗，因為我明天會更好。他給你的不是棍子啊，他給你的一根針，一根打進血管，讓你感覺不到痛，還讓你覺得充滿希望的針。我們接下來就要講有一個城市，就是我畫面上背後這一個城市，專門提供這一個安慰劑。不是宗教，是他媽補習跟考試，嚇壞了吧？來，我們現在來分析第二根支柱。這根支柱是整個維穩公式裡面最精緻、最有效，也最讓人心服口服，但是卻覺得心酸的那一根，它叫希望。我先幫各位描繪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真實存在。經濟學人2025年7月有一篇非常扎實的長篇報道。兩個記者實際在那邊蹲了好幾個月寫出來的。這個地方在印度東部的比哈爾邦，比哈爾是印度最窮的邦之一，在它的首府巴特纳有一個郊區叫做Mosalpur Hat， 這個名字記不住沒關係，你只要記住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這是一座補習城。什麼叫做補習城？就是整座城市幾十條街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補習班。根據報道，大約有50萬名學生同時住在這個地方準備考試。50萬人，這是什麼概念？一座中型城市的人哦，全部都是備考的考生。而這座城市長什麼樣子？我念給你聽啊。城市裡面沒有酒吧，沒有夜店，沒有演唱會的海報，沒有講座演講的海報，沒有娛樂，
整座城市唯一會出現在廣告看板上的活動，就一種模擬考。街道兩邊呢堆的不是別的，是一座一座像小山一樣的參考書跟考古題賣給你。路是坑坑洞洞的，計程車都不願意進去，因為街道被學生塞爆了。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太陽下山，橘紅色的光打在一整條街上，幾千個年輕人穿着白襯衫，抱着一疊比頭還要高的參考書，在坑洞跟積水之間穿梭，頭頂上一排排巨大的廣告看板，上面是一張一張補教名師的臉，而每一個補教名師都在鼓勵你，考試可以改變一切。看板上寫的 Your future, our mission， 你的未來就是我們的使命。他們在幹嘛呢？這50萬人在拼什麼？在拼政府的公職啊！而且大部分不是什麼高官，是印度鐵路的基層職位，查票員、助理火車司機、鐵軌維修工、櫃台辦事員，就是那個賣票的那個人。你可能會想，不就是鐵路的基層員工嗎？至於嗎？50萬人擠在一個城市拼一個查票員，我告訴你，還真他媽就是這樣。我把數字解釋給你聽，你聽了之後就懂了，你沒辦法想象是到底什麼狀況，因為真的很恐怖，而且不是我掰的。網友又要罵說我的大頭擋住了關鍵的數據，讓我直接念這個數據。來，經濟學人那篇報道裡面寫，印度鐵路最近一次的大規模招考開出來9萬個職缺，來了多少人報名？3000萬人，9萬個位置來了3000萬個人搶來。有些職位，因為每一個職位要考的規格跟資格不一樣，那有些職位，譬如說初級的查票員，錄取的幾率是多少？就是在火車上從前走到後，從後走到前那個查票員，報道寫的是1800比1，1800個人搶一個位置。各位，這個錄取率比台灣考上台大醫科難太多了。這個錄取率接近你去參加一個1800人的馬拉松，你要拿第1名才能得到那個工作，而且這1800個人每一個人都準備好幾年哦。每一個人都準備好幾年吶。那為什麼一個鐵路的基層工作可以讓3000萬人瘋狂成這個樣子？這就是希望這個資助最關鍵的事情。第一，這個工作在賣什麼？他給的不只是一份薪水，政府給你的工作在賣的是鐵飯碗。這個飯碗有多鐵？報道裡面講得很傳神，政府只是一個終身職位，不管你有沒有能力，你他媽考進去的一輩子走不了。跟私人企業那種隨時被裁的不安全感是天差地別。你只要考進去，你這輩子就穩了，有退休金，有醫療補助，有各種福利。第二，也是更關鍵的，他給你尊嚴跟社會地位啊。報道裡面訪問了一個補習班老師，他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傳神。他說，如果你在一場婚禮上面，大家不是在那邊聚會嗎？要各自自報宗派，對不對？你說我是政府公務員，幹，大家看你的眼神都會不一樣啊。還有更狠的，在印度的婚姻市場上面，一個有政府公職的男生，他可以跟女方家庭要求更高的嫁妝啊。沒錯，嫁妝，女方嫁過來可不是彩禮哦，是女方嫁過來，女方家庭要準備的錢。
嫁妝哦，這個公職直接可以換算成婚配市場上的真金白銀。所以你现在懂了吧？這3000萬人搶的不是一個查票員的薪水，他們搶的是一張階級通行證。這張通行證上面寫着你一個窮人家的小孩，一個上一代還是文盲的農民的兒子，你可以靠自己爬到中產階級，讓你的爸媽在村子裡抬得起頭，讓你的小孩以後可以坐有冷氣的火車車廂。這就是希望，這就是最正當、最勵志、最 politically correct 的那種希望。靠讀書，靠考試，靠自己的努力翻身。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發現這根支柱有多高明了嗎？超高明啊！恐懼那根支柱靠着棒子，靠着印度警察逼你不敢動，但它會累積怨恨。而希望這根支柱呢，它完全不需要壓迫你，它甚至鼓勵你、讚美你、給你打氣。他說：“孩子啊，別想那些有的沒的，別去恨誰。你的敵人呢，不是那些有錢人，你的敵人是你自己的懶惰。你只要夠努力，這個系統就是會獎勵你。”你看，這一下子，一個窮人家的小孩，他一天到晚在想什麼？他不是在想這個社會好不公平，我要去抗議。他是在想，我今天的模擬考怎麼又退步了？我要更用功。他把這個對結構的憤怒轉化成了對自己的鞭策。不能說他錯，但是實在不是很正確啊。這就是那個麻醉針的作用。麻醉針打下去不會讓你不痛，底層的日子還是很痛的。麻醉針是讓你感覺不到那個痛的來源。你明明是被一個不公平的結構困住了，但這根針讓你以為你只是還不夠努力而已。印度把這根針的產業做到了極致。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講到一個人，這個人叫做康塞爾可汗老師。他是穆薩拉普尔這一個補習城裡面最紅的補教名師。康 Sir 呢，這個有多紅？他的 YouTube 頻道2500個訂閱啊，是他媽我的80倍哎！全印度的學生從各地跑來 Patna， 就為了看他本人上一堂課。報道裡面寫，有一次上課，在一間像小型飛機庫那麼大的教室，擠了3000個學生來聽他演講，座位不夠，走道站滿人，牆邊站滿人，還要在天花板掛4台大電視轉播給後面的人看。他上課上什麼？他上課上什麼？他上課呢？他不教特定科目，因為公職考試考的是 current affairs， 時事、邏輯、數學、科學包山包海。他最厲害的事情是，他能夠把很難的東西用鄉下小孩也聽得懂的方式說出來。他講2500萬個，我漏了萬。他講牛頓運動定律，他講川普的貿易政策，他用的是很家常的比喻跟冷笑話。報道裡面舉了個例子，他講聲音的分貝，就是你考公務員，萬一他出了一個分貝題，你也要會算，你也要會理解。從人耳能聽到的最小聲，一路講到最大聲是什麼？他說最大聲呢，就是你老婆，全場大笑。哎，你看這種中登笑話，中年人笑話底下會笑，表示這些人考試考了多少年了啊？來，所以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康 Sir 蠻厲害的嘛，一個名師激勵這麼多窮孩子有什麼問題？沒有問題啊，問題在康 Sir 這個人是怎麼樣子轉化成一個
補教名師的。報道裡面寫了，康 Sir 跟 Masalapur 大部分的補習班老師一樣，他自己當年就是一個考公職失敗的人。他考過印度陸軍的入學考，筆試過了，體能測驗沒過，被刷掉了。他很沮喪，跑去潘那當焊工。後來他看到了這麼多滿懷希望的學生跑來考試，他想說，那不然我來教教看好了，我很厲害，我可以教一般人都聽得懂。就這樣一路教成了今天2500萬訂閱的補教之神。你聽懂這個結構了嗎？賣希望給這3000萬人的那個人，他自己就是被這個希望淘汰掉的人了。他自己沒考上，他是這台機器篩掉的廢料，但他沒有離開這台機器，他轉過身來變成這一個機器的一個零件，一個負責生產希望、包裝希望、把希望零售給下一批3000萬人的零件。我不是說康 Sir 是壞人，他實在很有天賦，就跟郭文貴天生是個騙子一樣。我都希望跟康 Sir 學怎麼樣子把東西講到一般人都聽得懂。謝謝兔兔斗內的貼圖。那所以我要講的完全不是康 Sir 的善惡，康 Sir 從他自己的角度，就是可汗老師、可汗長官啊。他從他自己的角度，他是真心想幫這些孩子的。後面我們講到，他甚至為了學生跟整個作弊體系對抗啊。我要講的是這個結構多完美，它完美到什麼程度？印度的整個希望工程哦，它連失敗者都能回收再利用。你考不上沒有關係，這個機器給你一個新角色，你去告訴下一批人，你考得上。失敗者變成了希望的推銷員，於是這台機器就有了一種近乎永動機的自我循環能力。他源源不絕地製造失敗者，然後把一部分失敗者變成製造希望的人，去吸引更多人進來，變成更多的失敗者。在聽直播的各位，你回頭看一看這個 Masalapur 這個畫面。50萬人的城市哦，沒有酒吧，什麼都沒有，什麼娛樂都沒有，沒有酒吧，沒有夜店，沒有戀愛，沒有娛樂，只有考試。街上那一整排廣告看板，康 Sir 的臉出現的次數比誰都多。你的未來，我們的使命。小楊經理說，朱大在講術語我都聽不懂，你他媽沒考過試是不是？沒有考過。台灣的公務員也要聽過台灣的考試跟補習班。好，來，那不是一座城市，這是一個巨大的、精密的希望的加工廠。他把幾千萬窮孩子的青春，他們父母賣地湊出來的錢，他們對更好生活的全部渴望倒進去，然後練出一種東西，不是希望，不是未來。是社會的秩序，因為只要這3000萬人還在補習城裡面低頭做考古題，他們就不會在街頭抗爭、抗議、搞暴動。注意到塔尖上那幾個人，這就是希望這一條的管制。它比木棍高明太多了。木棍讓人不敢，希望讓人不必。木棍制造怨恨，希望制造感恩。這些孩子哦，甚至會感謝這個給他們機會的系統。但是各位，我必須要把最後一層講出來。這個麻醉針有一個保存期限。哎呀，台灣的補教老師因為那一張嘴，我們會把包皮講出一朵花來，所以從政都很成功啊。最知名的就是最近說要抗台，他媽的包裡面打包又裝了好幾個戰鬥陀螺，你知道是誰吧？戰鬥陀螺，補習班老師哦。大家要不要猜猜是誰呀？嗨，來，
他這一個麻醉劑靠的是什麼？他靠的是這條路真的走得通的信念，他靠的是那3000萬人裡面真的有人考上了，真的翻身了，真的坐上冷氣車廂了，哪怕只有一個，只要那個榜樣還在，剩下29999999人都願意繼續相信。如果有一天這條路行不通了嘞，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讀了書也沒有用，考試本身還是作弊，連考上人日子也很慘，如果這一根麻醉針藥效開始退了呢？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放着，因為在講藥效退了會怎麼樣之前，我們要先講第3根支柱。這根支柱呢，是專門確保這3000萬人就算開始懷疑，也沒有力氣團結起來，因為他們忙着互相傷害。各位，畫面上的這一個內容，就是一個麻煩的地方。什麼地方？印度為什麼可以維穩維到這種程度？就是因為他們弱弱相殘嘛，而且是政府跟體制鼓勵弱弱相殘。你看前面2根支柱啊，恐懼跟希望，好歹還是上對下，是塔尖對塔基做的事情。恐懼是塔尖拿政府勢力壓你，希望是塔尖給你畫一張餅。但第3根支柱不一樣，第3根支柱是塔尖什麼都不用做，塔基的人自己就會做的事情，叫做弱弱相殘。要講這根支柱，我要換一本書。這本書比 Manus Joseph 那本書更有名，2012年出版，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作者是一個美國記者，叫做 Catherine Boo， 凱瑟琳·布。書名叫做 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中文翻譯叫做美好永遠的背後。這個書名有個典故啊，在孟買機場旁邊有一片貧民窟，貧民窟叫做阿那瓦迪。這片貧民窟的旁邊隔着一道牆，就是光鮮亮麗的國際機場。那道牆上面貼着一大排意大利瓷磚公司的廣告，廣告詞不斷重複一件事情 ：Beautiful forever, beautiful forever， 美好永遠，美好永遠。所以你想象那個畫面是。一邊是破爛的鐵皮屋、發臭的污水壺，另外一邊是玻璃帷幕的機場航廈，中間隔着一道牆，牆上寫着“美好永遠”，窮人就住在“美好永遠”這幾個字的背後。Catherine Boo 這個記者很猛啊，他在這片貧民窟裡面蹲了3年，3年哦，天天在裡面記錄這些人怎麼過生活。怎麼吵架，怎麼死掉？他想要搞清楚一件事，在這麼極端的貧窮面前，窮人跟窮人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你直覺會以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大家應該互相扶持，抱團取暖吧？錯，完全錯。不記錄下來的真相是，在資源極度稀缺的地方，窮人最主要的敵人不是那些有錢人，是隔壁那個跟你一樣窮的鄰居。我幫各位描述一下書裡面那個世界的邏輯了。在 Annawadi， 大家靠什麼過活？很多人靠撿垃圾。好，謝謝 L 小戴說這個，請大家多來按讚，按讚就會有更多人看到。你至少會透過今天這個內容更了解印度，因為印度一定要把他的人往外輸出，不然他要垮了。來，你知道 Annawadi 很多平民是靠撿垃圾過活，撿機場、撿富人區丟出來的垃圾回收變賣。
那你想一想，垃圾是有限的，這條巷子的垃圾我撿了，你就沒得撿。所以撿垃圾的人之間是競爭關係，是敵人吶。政府偶爾會有一點點得政，比如說發一個什麼補助，給一個什麼攤販執照，或者有個 NGO 要幫幾個人，這些機會永遠是僧多粥少。於是為了搶這一丁點機會，鄰居互相檢舉、互相陷害、互相潑髒水啊！書裡面的情節非常慘烈，我這邊不細講那些個人的悲劇，因為那些是真實的人，真實的死亡不能拿來當故事講。但我可以告訴你那個結構，一個貧民窟裡面，一件小小的糾紛可以升級成互相報警、互相誣告，最後把一整個家庭拖進印度那個又慢又貪腐的司法系統裡面，活活拖垮。而做這件事情的人不是有錢人，是他們的鄰居啊。各位，你現在把這個系統放進維穩公式裡面看，你的人力不夠，沒辦法管這麼多人，對不對？你就讓弱肉相殘，你就讓他們彼此互相鬥爭。你有沒有發現，這第三根支柱是三根支柱裡面最省成本的？恐懼那一根，塔尖還要養警察、養監獄，要花錢的。希望那一根，好歹還要維持一個偶爾真的有人考上的機制，也要成本。但弱肉相殘這一根呢，塔尖1毛錢都不用花，他只要做一件事情，把資源卡死在極度稀缺的狀態，只要餅小到不夠分，塔基的人就會自動自發，不需要任何人命令的互相搶、互相咬、互相踩，他們會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憤怒、所有的算計都用在對付身邊那個跟自己一樣慘的人身上。只要他們忙着互相傷害，他們就永遠不會有多餘的力氣抬起頭，團結起來去對付真正把餅做小的那些人。我打個比方，這比方有點殘忍。你有沒有看過那種一個桶子裡面養了一堆螃蟹，你不用蓋蓋子？為什麼？因為只要有一只螃蟹想要爬出去，下面的螃蟹就會自動把它拉下來，他們互相扯後腿，扯到最後一只都爬不出去，你根本不需要蓋蓋子，這群螃蟹自己就把自己關住了。弱肉相殘這根支柱就是那個不需要蓋子的桶子啊。塔尖的人根本不用時時刻刻壓着，因為塔基的螃蟹會把自己所有想爬出去的同類拉回來。而且我跟你講，這根支柱還有一個更陰的副作用，它會摧毀底層的共同體感。你看底下有一個傻逼說，這個朱某對根本不了解，完全臆想，牛逼哄哄。幹，我的逼如果跟牛逼一樣大，那就恐怖啦。而且我他媽現在在講印度，好不好？你們智障幹！我跟你講，人的愚蠢真是沒有底線的，人的智商有上限，最多也就180，但是人的愚蠢，就像剛你看到這一位，基本上瞎雞巴講什麼媽幹。然後好算，我們不要為了愚蠢的他者拖累自己。不，什麼我15年沒來大陸，這個10年而已的，你去查嗎？我在對岸的演講也沒這麼久啊。來，他摧毀了底層的共同體感。那什麼意思呢？一場革命一個真正的反抗需要什麼？需要底層的人生意識到，我們是同一種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需要那個我們的意識。但弱肉相殘這根支柱呢，恰恰就是在摧毀這個我們。它讓每一個窮人都覺得身邊的窮人是我的敵人對手。他媽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敵人啊！要搶我飯碗，要搶我垃圾啦！
當每一個窮人眼中的敵人都是彼此的時候，窮人這個群體就永遠沒辦法變成一個團結的我們。所以，沒有我們就沒有集體行動，沒有集體行動，那個 1% 的塔尖就永遠安全。來，這個吃狗食總統說得好，朱大1949年跟國軍來台之後就沒回去大陸了，幹是靈魂來台，對不對？來，所以在聽直播的各位啊，講到這裡，你回頭看那個書名，為什麼窮人不殺光我們？答案的第3塊浮出來了。窮人為什麼不殺光我們這些中產階級呢？因為窮人拿着殺窮人啊，他們的刀從來沒有機會指向塔尖，那把刀早在插在隔壁鄰居的背上了。印度維穩的3根支柱，我們拆完了。恐懼讓你不敢，希望讓你不必，內耗讓你無暇，沒有扣。但這3根支柱不是各自獨立運作，他們是扣在一起的，他們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我們再讓你好好的往下看，完整運轉起來，你看看印度是什麼樣子。來，這個3根支柱合體，這個機器要怎麼做？你看我背後就知道，這是一個很象形的概念。印度社會就是金字塔中的金字塔，金字塔，金字塔。巨大的人肉金字塔就是印度現在的狀況。最底下密密麻麻看不到邊際的一大片人，窮人、學生、勞工幾億人擠在地面上。往上一層比較少一點，是一排排穿着制服的人，警察、軍人、基層公務員，就是那些考進鐵路、考進公職的人。再往上人更少了。為什麼？因為到頂端了，一個懸空的玻璃平台上面站着幾個穿黑西裝、領着公事包的人，他們俯視下面這一整片人海，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你記不記得印度最有錢的電信大亨，他的家是一整棟大樓？他們的家人只住在裡面幾層，剩下幾層是給他的管家、他的傭人、他的司機，什麼東西在住的。妙了吧？來，這個金字塔怎麼撐得住呢？全世界沒有這麼誇張的金字塔。過去我們會直覺覺得說啊，那是印度的塔尖有權力啊。是那個婆羅門，是首陀羅階級，他們控制軍隊、控制警察、控制錢，是靠由上往下的力量壓住的。但這一集我要告訴你，哎，你們在底下聊天室吵架沒關係，我也不管。但回去再聽一聽這一集分析印度的內部鬥爭啊，我個人覺得很有趣。你要懂了，你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來。這座金字塔真正的穩定來自3股力量的合力，這3股力量大部分是由下往上跟橫向的。第一股力量是向下的壓力，這是恐懼。塔尖透過警察、透過拉提、透過 encounter killing。往下壓，這股力量確實是由上往下的，但它其實用得很省，它不需要真的天天壓，它只要讓底層相信這股壓力隨時會來就足夠了。第2股力量呢，是向上的希望，這股力量的方向是由下往上的，是塔基的人自己拼命想往上爬。匡立是嗎？非洲人是不是？台日基建砸錢到幾乎浪費，砸錢擴大內需，解決就業不行嗎？看你是非洲人是不是？這不是台灣的，你不要再唬爛了好不好？
媽，台日基建什麼時候夾錢到幾乎浪費？你上一次看到台灣蓋水庫，上一次台灣增建高鐵，上一次台灣增建高速公路是什麼時候？上一次台灣蓋核電是什麼時候？核四是30年前了欸！你他媽在一個台灣人的討論區假裝自己是台灣人，跟我講台灣砸錢基建近乎浪費，幹你騙我非洲人是不是？這也太誇張了吧！台灣的基建是有了名的吝嗇，我們一個第三航廈到現在蓋不出來耶！操，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真是媽很誇張！謝謝謝明通的抖內，這到底是怎麼樣啦？哎呦，拜託，台灣的基建是真的不行。上一次蓋高速公路是多久以前了啊？哦，靠腰嘞！幹，我有時候我跟你講，我都說我不要生氣，但是偏偏本討論區呢，就是有一些常來的人，他的專長就是瞎雞巴講。瞎雞巴講了之後，雞巴到我誇讚，我看到了，我他媽都要笑了。不要浪費時間，你把我當印度人是不是？來，好，我們這樣講，所以這個希望啊，是讓大家都有考試可以考，都有職位可以幻想。他把最危險的那個能量啊，轉化成，你對現況不滿，我告訴你，你未來有機會，你可以成長，你可以變大官，不要造反，你要來考試。同樣一股我要更好的生活的渴望，被導進了考場，而不是導上了街頭啊。第三股力量是橫向的摩擦，這是弱弱相殘呢。塔基那一大片人彼此之間互相推擠、互相拉扯，這股力量把底層的人牢牢的粘在原地，誰也別想團結，誰也別想一起往上衝。媽的，我螃蟹就把你拉下來。你把三股力量疊在一起看，向下的壓力，向上的希望，橫向的摩擦，沒有一股是指向塔尖的。所以3000萬人不團結，那就是3000萬個人各自踩着別人往上爬。整台機器裡面唯一沒有的那一股力量，是，謝謝你抖內的一個芒果刨冰，就是塔基唯一沒有的那股力量。請注意哦，是塔的最底層集體團結一致的指向塔尖的那股力量，而那股力量呢？那股力量恰恰就是唯一能夠危及最頂層的婆羅門階級的力量。這就是這台維穩機器的終極設定。它不是靠塔尖多強壯，他是靠把塔基那一股本來可以掀翻一切的憤怒拆解成3個方向，往下倒一點，往上倒一點，往橫倒一點，把力量散開來，就不把它往塔尖倒。我用一個比喻啊，你有沒有看過都市裡面的防洪設計？一場暴雨下來，雨水的能量是很恐怖的，可以淹掉整座城市。但一個設計良好的城市，它不會硬擋這股水，它會做很多分流，一部分導進下水道，一部分導進滯洪池，一部分導進河道，把一股洶湧的洪水拆成好幾道細流，每一道都小到不會造成災難。維穩公式就是印度的防洪系統，底層的憤怒就是那場暴雨，恐懼、希望、內耗就是3條分流的渠道。它從來沒有要消滅憤怒，因為憤怒消滅不了。貧富差距就擺在那邊，憤怒每天都在生產，他要做的是分流憤怒，讓憤怒永遠匯集不成那道能掀翻金字塔的洪峰。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現在應該理解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套技術了。這不是印度特有的文化，可是印度人也不是印度人比較認命。這是一套可以拆解、可以分析、可以複製的維穩技術。任何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遲早都會發展出這套技術的某個版本。
因為不發展出來的，早就在歷史上被憤怒的洪水掀翻了。能穩定存在到今天的每一座金字塔，背後都有一套它自己的防洪系統。印度的特別之處，只是在於它把這套技術用得最赤裸、規模最大，3000萬人的補習城，是人類史上規模數一數二的希望分流工程。那講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系統這麼完美，那不就永遠穩了嗎？窮人永遠不會殺光中產階級的。不對，這個系統有一道死穴。還記得第二根支柱嗎？希望這一根針，我說過它有保存期限的，它靠的是這條路真的走得通的信念。那如果這條路開始走不通了呢？如果麻醉劑藥效開始退了呢？怎麼辦？而2026年的印度正在發生的就是這件事，有人在把麻醉針抽掉。來，我要講的是，我們置頂的那個連結就是本頻道所有訊息，包含了抖內，包含了帶貨。各位有空的話要去买，我們有很好吃的罐頭，有很不錯的冷凍水餃，在這個時候很需要。我已经連續2天。不對，我昨天有出門，我已經連續2天門都不出，但是我在家裡照樣活得好好。而且我發現了，對岸媽3天2頭在講我不了解中國大陸，但是他媽的竟然對岸有一堆人說，幹像朱學恆這種國民黨最令人痛恨。操你媽！我這輩子從來沒加入國民黨。你把朱學恆是國民黨這件事情拿給台灣的人，一堆人會笑翻笑倒在地上，但他們覺得我是國民黨，只因為我在研究抗戰的時候，我引用台灣這個部分教科書的歷史。你說這有多蠢？操媽！我還國民黨唄！來，謝謝 No Beer 的抖內，乙也到了。那好 ，No Beer 說趕上了，聽着開車上班去。我們這邊好多人晚班了，也希望乙今天的晚班不要太辛苦。不是你討厭國民黨，幹我也討厭啊。那你為什麼要說我是國民黨？是他媽在幹嘛？然後還有網友說，朱學，你老是自稱《魔戒》是你翻的，我看大陸的版本不是你翻的啊。我想說，媽呀，我的人生終於走到了25年前翻的書，10年前進了中國大陸的出版界，然後現在的這個世代不知道《魔戒》是我翻的，因為後來出了很多的版本，他沒看過。結果有一個網友跟他講說：“你去豆瓣上查啦，評分最高的那個是朱學恆翻的。”所以沒辦法，就是沒辦法，我都覺得很荒謬。還有人哦，我跟你講，最近有人很嗆來留言說，幹像你們這些沒有人打過日本的，沒有人跟日本有任何戰機的孬種才來台灣，所以你們沒有一個能打的。哦，他寫一大篇，我只在底下留言，我說等等，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在我面前大放厥詞，請你上網去查一下，子孫雖然不孝，但你查一下我爺爺是什麼人。我都不知道有人的無知要打到這種程度，又要把自己的祖先搬出來，然後問你說能不能打。你去查查你們內政部、民政部相關的資料，我的直系爺爺是什麼樣的人，能不能打？在你打完這些屁字之前，先去讀書好嗎？後來他就再也不回我了，沒辦法，所以就算了，這就算了，我就認了，我就跟你講說，那你回去讀書，你查一下到底是什麼狀況，就不用講了。你用百度，你用什麼東西都查得到啦。所以我再繼續往下講，各位，現在的狀況很嚴重了，印度的狀況已經危急到它必須要大量的
開始把移民勞工輸出當成國策。RDNT 說踢到魔戒最佳中譯本就抖一下。來，我們前面4章描述的是印度運轉了幾十年非常成熟、非常穩定的維穩機器。你聽完可能會有點絕望，這麼完美的系統怎麼可能有裂縫？怎麼可能有裂縫？有，而且印度現在這個裂縫正裂在最要命的那根支柱上面，是希望。我前面一直說，希望這一個麻醉劑呢是有保存期限的，它靠的是讀書考試真的能翻身這個信念。只要這個信念還在，3000萬人就願意繼續在補習城裡面低頭補習。2026年發生什麼事情？有3股力量同時在危及印度的這一個根源。第一條線是數字，數字最冷酷。印度勞工組織有一份報告，國際勞工組織 ILO 跟印度人力發展研究所在2024年出的印度就業報告。這個報告裡面有個數字，我看到的時候我呆了很久。我想說，印度這樣子真的要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印度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29.1%，將近30%的大學畢業生在印度找不到工作。那你說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因為印度太窮，大家都沒工作？不是，同一份報告裡面，文盲的失業率是多少？文盲哦，請注意哦，就是你他媽根本不識字，你什麼書也沒讀啊，你的失業率是3.4%，嚇壞了吧？你他媽花了20年時間讀書，結果你失業率是1/3，你那個20年都不讀書，你的失業率是3.4%。幹，很扯吧？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文盲的將近9倍呀！在聽直播的各位，你讓這個事實滾一下，滾一下。哎，魔戒到底誰的版本最好？我都已經不爭了。他媽，我1/4個世紀以前翻的，你叫我現在再跟你吵誰最好？我沒那個精力的啦。你25年前考試，然後25年之後有人跟你講說，哎，那個考試成績我覺得你不是最好，隨便，都好，都好，就是我不在乎了。只是那個網友這樣子留言，那我就把他的留言念出來而已。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翻譯的是最好，他覺得最好，那就好嘛。那所以都好。哎，但你想想看，他媽的，25年前東西是我25年前在翻譯的時候，你現在如果是大學畢業生，你那時候才1歲，哎。來，所以你把這2個數據擺一起，你就知道，在印度，你書讀的越多，你越可能失業。你辛辛苦苦，你爸媽賣地供你，你在補習城耗了6年，考出來一張文憑，結果這張文憑讓你更找不到工作，讓你更找不到工作。來。這是什麼？這是希望這一個東西呢，徹底的把你打垮了啊！你以為你在補習城耗了6年考出來一個證照，結果這張文憑讓你更找不到工作啊！哦，大學畢業生才22歲，25年前還沒成型。好啦，隨便了。
來，也就是印度維穩最核心的謊言被戳破了。這個邏輯叫什麼？讀書能翻身，讀書能改變你的人生，但數字跟你說，讀書讓你更慘。你讀到大學，你失業率更高。為什麼會這樣？這不是，我現在還有版稅可以收。這不是印度學生不努力，恰恰相反，他們努力到變形了。問題出在印度的教育被批評是一種工廠模式。什麼叫做工厂模式？就是把學生當成原物料，丟進一條標準化的生產線，出席、死背、複製、及格，蓋一個合格章出場。這條生產線造出來的是全世界最會考試的機器呀！2025年印度 CBSE 高中畢業考及格率高達88%啊，一大堆學生考到99分，但是這些分數應對到的什麼？應對到的是一群只會死背、不會解決實際問題的畢業生。文憑不再是能力的證明，反而變成缺乏實際能力的證明。報道裡面有一個畫面我印象很深，印度一家公司開職缺，網絡上瘋傳一段影片，成千上萬個工程師排隊應徵，結果那一家公司呢，只有100個位置，幾千個工程師搶100個位置。第二個挑戰呢是 AI。我跟你講，你看過相關的報道，你就知道了。印度那邊的考試絕對比中國要誇張，中國大陸的考試還照規定來啊，而印度那邊完全是撒開來唬爛的。所以啊，印度過去30年靠什麼撐起中產階級的夢？靠 IT 外包，靠客服中心，全世界打電話去問客服，接電話很都是印度人，這都是印度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一條非常重要的向上管道。但 AI 來了 ，AI 客服、AI 外包正在大口的吃掉這條通道。印度最大的 IT 公司之一 TCS。怎麼樣？2025年宣布裁員超過12000人啊！你想象看，那個畫面是一整層辦公室啊，一排一排的電腦全部關掉了，只剩一個人在收拾紙箱。窗戶外面是一整片幾萬人的求職人海，裡面在裁員，外面在排隊。這個跟印度的麻醉藥原先承諾的，你讀書，你進 IT 產業，你就翻身。AI 正在把這個承諾一頁一頁的撕掉啊，沒有了，以後靠我 AI 就好了。第三條線呢，就是我剛講的，中國大陸絕對還贏過印度的地方，印度的考試本身爛掉了。這是最狠的一件事情。前面2條線是考上了也沒用，第3條線是這個考試你根本考不贏，因為他就作弊，他從頭就作弊了。我講 NEET， 它是印度的全國醫科入學考試，是幾百萬印度小孩改變命運最重要的那扇門。2024年，這場考試爆出大規模的洩題醜聞，比哈爾幫警察抓人，發現有考生花了大概3萬到5萬多美金事先買到考題。印度最高法院後來承認，至少有155個學生直接從這一次的洩題受益。那一年還出現一個詭異的現象，有67個人並列滿分了，見鬼了！67個人考出一模一樣的高分，你說巧不巧？
然後2026年今年哦，今年 NET 又泄題了，医科考試又他媽泄題了。5月3號考的，5月12號整場取消，連續2年。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把自己放進一個印度窮孩子的位置，你他媽命真苦，你死背了6年，你爸媽賣了地，你走進考場，然後你發現坐你隔壁那個人早就花錢買到考題背熟了，你們考同一張卷子，但他的起跑線在終點前面。這個麻醉劑最後的一點藥效就是這樣被抽掉了。他原本跟你說這是一場公平的競爭，努力就有機會，但當考試本身都是可以用錢買的，公平這件事情就變成一個笑話。你努力只是為了跟一群作弊的人比賽，3個演變你把它湊在一起看，考上了，考上大學，大學畢業之後29.1%的幾率失業，就算有工作 AI 正在吃掉你的客服外包工作，而你想要考上醫科，考試本身還是作弊，所以希望的麻醉劑同時3個地方出問題了。接下来會發生什麼？不是啦，荒力，你不要，我跟你講，我很友善啦，你讀書不要只讀開頭2行。什麼叫做人口紅利？現在所謂的人口紅利不是人多啊，人多了如果都那叫人口拖累。所謂的人口紅利是人雖然多，但是年輕人的比例高。認真來講，越南是100%，印度也算有，但是台灣是沒有人口紅利的。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也在大量減退。不要亂講，認真讀書絕對對你的人生有利，而你在那邊隨便啪啪啪啪啪打出來的東西，再稍有一點常識人看起來都是瞎雞巴亂講。我這麼的友善，大家應該要明白，我這麼友善就是因為不希望因為吵架把直播拖長，我等下沒有時間打命運雙龍，我今天要認真的打。謝謝娜塔莎的抖內，我跟你講，來，這是2026年印度真正危險的地方，那個不必反抗的不必開始鬆動了。3000萬人裡面，有人開始在想，我為什麼還要相信這個？這是真的危險的地方，不是窮，印度一直都窮，危險的是希望的通貨膨脹。當希望被印得越來越多，卻越來越不值錢。當一張文憑買不到一個未來，這根麻醉針就從止痛變成了刺激，它不再讓人麻木，它開始讓人清醒，而清醒的受過教育的憤怒的年輕人是每一座金字塔最怕的東西。不過就算希望開始退潮，這台機器還有它最後的殘忍，因為當希望變成絕望，第一個承受的往往不是塔尖，而是那些相信的最深的人自己。下一章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了。誰給你明玉雙龍直播好主意啊？我現在要練一把那個古龍太刀，但是之前發現我打了，但是媽我不知道，結果就掉了。來，我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們回到比哈爾邦，回到 Patna， 經濟學人那篇報道裡面記錄了一個故事。去年年底，比哈爾邦公職委員會的一場考試，其中一份考卷傳出洩題，這是印度考試界的日常。前面講過了，洩題之後部分考試被取消，考試取消對考生意味着什麼？意味他們可能又要再等，
等下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舉行的考試，可能又是1年，可能又是2年，他們的人生就這樣被無限期的拖在那邊，卡在原地。考試取消之後不久，Musa Lapper 一個學生，一個本來要參加那場被取消的考試的學生，被人發現在他租的房間裡面吊死在天花板的吊扇上面。他吊死了。我先給各位看那個房間長什麼樣子，就是我背後那個房間啊。印度那種備考學生的房间長得都差不多，藍色的牆，油漆有點剝落，一根日光燈管，牆上釘着2張海報，一張是世界地圖，一張是元素週期表。考試會考，角落地上呢堆着一疊參考書，那參考書的那個書背上面呢，印着印度政治、現代印度、地理、印度經濟、历年考古題。地上可能還放着一盤沒吃完的飯，幾張筆，一張窄窄的床，一個枕頭。然後天花板上有一個吊扇，沒有冷氣啊，不要想，想都別想。這個房間就是那一個教育改變一切的那一個地方最後絕望的尺度。我離開了，我離開那個吊扇了。所以各位記住這個房間，因為前面5章我們談的都是很大的事情，3000萬人，29.1%，1800:1，維穩公式，防洪系統，這些數字太大了，大到你會忘記每一個數字後面就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這個吊死在他租屋裡面的年輕人，就是29.1%這個數字裡面的一個小數點。而且更讓人難受的是後面這一段，這個死掉的學生就是我們剛剛講這位補教天王 Khan Sir 的學生，而且是他很優秀的學生之一。Khan Sir 那個2500萬訂閱的補教之神，那個賣希望給幾千萬人的人，去參加了這個學生的葬禮。報道裡面說，在葬禮的影片裡面，這個 Patna 的半神人看起來茫然無助脆弱，他幫忙為這個孩子的遺體蓋上白布。他說了一句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無助的時刻。為什麼無助？因為他幫不上我啊！各位，你要體會一下這個畫面的重量。連一個補教業之神，有2500萬人訂閱的一個印度名師，他都沒有辦法挽救這一個年輕人。一個販賣希望跟未來的人，站在一個因為希望破滅而死去的學生面前，他一輩子告訴幾千萬個年輕人說：你們沒有問題的，你們有希望。他一輩子告訴他們：你可以的，你考得上的，你的未來我來負責。然後其中一個孩子因為這個系統的謊言，考試是作弊的，努力是沒用的，他把自己吊在了吊扇上面。那一刻 Khan Sir 大概第一次那麼近的看見他一直在推銷那個希望，最後會把人帶到哪裡去。而 Khan Sir 接下來做的事情，我必須說是值得尊敬的。從那個學生死後啊，他開始了一場個人的反作弊戰爭。他向高等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公布所有考場的監視器畫面，這樣那些對着洩題答案抄的作弊者就會被抓出來。他的辦公室裡面堆滿了一疊一疊的空白明信片。他打算請他的學生把這些明信片寄給高等法院，支持他的請願。他說，如果不為這些學生奮鬥，那上帝永遠不會原諒。我講這一段不是要給你一個溫暖的結尾，恰恰相反，
康 Sir 的奮鬥很偉大，但是你退一步看，它也是這一台希望機器最深的悲哀，因為連一個2500萬人訂閱的補教之神，他能做的也只是寄明信片了，打官司要求公布監視器，他對抗的不是某幾個作弊的人，他對抗的是整台維穩機器，一台用恐懼、希望、內耗運轉了幾十年的機器，他一個人拿着一疊明信片站在那台機器前面，所以那一個年輕人叫做 Niraj Kumar， 他也在機器裡面。這是難得的希望啊！我整本《經濟學人》在報印度的內容，我看完他媽只有這一個人有達到一個光明的結局呀、他讀了工程學位哦，大學畢業哦，在 Patna 苦讀了6年哦，他準備的職務一路往下修，本來想考助理工程師、助理火車司機，後來為了增加機會，連最低階的 Group D 鐵軌維修工他都去報名了。一個有技術學位的理工科的人苦讀6年，最後的希望是當一個鐵道工。他自己講，我從來沒想到會走到這一步。而附近，他考試的附近新開了一家購物中心，裡面有工作，薪水跟他當養路工差不多。有人建議他去當個 barista 咖啡師，他拒絕了。他說：“我是有技術學位的人吶、我是有技術學位的人，我的家人犧牲這麼多，不是要我去泡咖啡的。”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聽出這裡面的圈套了？這跟希望的麻醉劑啊，最陰狠的地方在於，他連退路都幫你封死了。他給你一個讀書人的尊嚴，然後用這個尊嚴呢綁架你。庫馬爾不是不能去當咖啡師賺一樣的錢，他是不能接受自己有了工程學位還去當咖啡師。因為這整個環境已經改造了他的自我認同，他是讀書人，讀書人不能做服務業，於是他寧可繼續在1800:1的漏斗裡面耗着，也不肯下來。麻醉針不只在麻醉你的痛，它還重寫你的尊嚴，讓你自己把自己鎖在原地。這一章我講到這裡。一個吊扇，一個養路工的夢，一個賣希望的人抱着明信片打官司，這就是維穩公式運轉起來真實的有血有肉會死人的樣子。後面我們還要補幾個故事。今天有網友說故事聽得很好，請大家按個讚。來，等等，我們塞了一個東西進去，在絕望之前，世界還有人要救印度的啊 ！Gas， 謝謝你又送了一個。那個芒果刨冰，來，我們要補一塊拼圖，快進結論了，7張就結論。這張拼圖呢是2025年10月才出現的，非常新。他回答了一個你聽到現在一定會問的問題：印度政府自己難道看不到這個麻醉劑、這個維穩系統在失效嗎？那他打算怎麼辦呢？印度外交部自己白紙黑字寫出來了。2025年10月，印度外交部公布了一部法案的草案，叫做《海外流动便利與扶植法案》（Overseas Mobility Facilitation and Welfare Bill）。這部法案要取代的是用了42年的1983年移民法。各位注意這兩部法名字啊，1983年那部叫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核心精神是管制，你要出國打工，政府要審核你、管理你、限制你。而2025年這部新的名字裡面沒有移民2個字的，叫做海外流動便利 facilitation， 它要協助你的。從管制你出去變成幫助你出去，而且印度政府講得非常直白哦，遮都不遮。
分析這部法案的文件裡面，政府的自我定位是什麼？是全球勞動力流動的促進者。目的寫得清清楚楚，把技術跟半技術勞動力的輸出當成管理國內失業、增加海外僑匯的策略。各位，你把這句話翻成白話，叫做國內的工作機會我生不出來，考試那條路又堵死了，那他媽就開一條新的路，哪些250，哪些冤大頭願意收，我們就把這些過剩的人力變成出版品，出口。好不好？来，這不是我的陰謀論，這是有数字支持的。行之有年的生意，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海外印度裔大概3540萬人，比整個台灣人口多1倍還不止。而這3540萬人每年匯回印度多少錢？世界銀行的數字，2024年大約1290億美金，全球第一，而且還在漲。這筆僑匯可以填掉印度將近1半的商品貿易逆差。你看懂這個模型了嗎？這是維穩機器的第4個零件，我把它叫做逃生閥。前面3根支柱呢，恐懼、希望、內耗，處理的都是留在國內的人，但壓力鍋壓久了，總有一些人是3根支柱都罩不住了。書讀完了，考試考不上，也不甘心，也沒辦法認命。這些人是系統裡面最危險的存量，媽出一個洪秀全，你印度就再見了啊！怎麼辦？開一個閥門讓他們出去，而且這個閥門是筆好生意。出去的人不但不再是國內的失業統計，不是街頭的不穩定因素，他們還會寄錢回來。一個在國內考不上鐵路工的年輕人是負債，同一個年輕人到了杜拜工地，到了矽谷寫程式，就變成每年匯款回家的資產。國家把自己養不起的希望出口到國外，再用僑匯的形式把利息收回來，輸出失業，進口美元，這是等價交換，做成了國家級的生意啊！但是他媽印度人的文明有問題。所以出狀況，這個逃生閥在2025年、2026年撞牆了，往哪邊撞？往兩面牆撞，因為被人家識破了。幹，你講了半天，才不是輸出人才，你在盜貨。盜貨是什麼意思？來，第一面牆是歐美。美國把 H1B 工作簽證的門檻大幅拉高，加拿大砍了留學簽證的配額，印度學生的拒簽率飆升。過去幾十年，印度中產夢的標準路線，去美國、去加拿大再收窄。第二面牆說起來有點微妙，我個人認為這個是長期以來都在收窄，只是2025年出了一個新聞事件而已。2025年10月啊，中國大陸不是推出了一個 K 字簽證嘛，開門吸引外國科技人才。中印直航就那麼巧在同一個月復航了。照理說門開了，但門一開，中國的網絡上發生什麼事情？各位，你們去年一定看到很多人在吵，很多人在臭幹，說幹印度人要移入中國啦。深圳已經被佔領，人口入侵，各種聳動的數字滿天飛啊！我順帶講一句，那些瘋傳的數字呢？什麼半年幾十萬簽證啊，深圳12萬印度人，我都查證過。我特別去查了一下，發現量級對不上，大部分都是流量文編的，就跟我們之前講的什麼日本4大公司同一天阻斷了光刻膠一樣，是媽為了盜貨，為了要炒股而掰出來的。那好，但這些假數字底下的情緒是真的。中國社會呢，對於印度人口外溢的接收高度警戒，非常不開心，非常的雞歪。所以你看這個局面，一個14億人口，每年新增上千萬勞動力的國家，把人口輸出寫進國家法案當戰略，
擺明了我印度就是要把人送出去。但是環顧四周呢，美國關門，加拿大關門，歐洲關門，中國網民炸鍋，全世界好像沒有人要接這個逃生法。嗨呀，搞錯啦！我說好像是因為其實有人舉手了啊，是兩個關係自認很密切的國家，而且舉手的不止一個。為什麼我到了今天下午還要特別把這一段補齊？因為它讓整個問題閉環了。國內的希望安撫安慰劑一直在消退，國家想出的辦法是把人往外送，而國外的血管呢，一條一條在收緊。當一個壓力鍋，國內的泄壓閥快堵了，往外的泄壓閥也在收窄。這個時候，誰願意伸手接，誰在印度眼中就是貴人，而且多半是你在內部民調不高的時候會這樣做。下一章我們就要討論，第一個舉手的人說要出價50萬人吶、他幹！我看這一段的時候，我媽快笑死。兄妹外交要來了，各位，兄妹外交，我看看我有沒有做圖，我好像沒有做圖。呵呵呵，有。第一個舉手的是那美麗的妹妹啊！我先給各位看一個畫面，這畫面不是歷史檔案，是7月1號到3號，也不過就1周多以前。就在我們這場直播的10天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飛到新德里上任之後，第一次正式訪問印度。歡迎午宴上，印度樂隊用傳統樂器演奏了一首日本歌坂本九的《昂首向前走》。高市興致來了，當場即興彈奏印度的傳統極弦樂曲桑圖爾琴，莫迪就在旁邊帶頭鼓掌，棒棒棒。然後是會談。莫迪當着鏡頭呢，2次稱呼高市“我那美麗的妹妹”啊，所以我們說高市的歐巴桑外交，更正，媽媽桑外交不是歐巴桑外交，媽媽桑外交就是這樣啊。歐尼加啊，來，高市怎麼回應？他在聯合記者會上自己說的，他一直把安倍晉三視作兄長。如今，他也把莫迪總理視為兄長，2個人已經約定以後要以兄妹關係繼續相處。哇，在聽直播的各位，畫面很溫馨，對不對？異國兄妹情深悠揚。現在我們把溫馨放一邊，來看賬單吶、因為這個頻道講了3年的4個字，今天還是這4個字，等價交換。一生美麗的妹妹呢？哦，沒有美麗的哦，日本自己說了是翻譯錯誤，所以不美麗哦。看，真是不給面子。好了，這個市價多少呢？我念給你聽。看1級嘴炮技術是在這時候冒出來，義兄妹系列。這次訪問印度。接羊是狗肉的那個事情，對吧？好啊，隨便啊，你如果有$200，你可以委託我做一集講接羊的事情。好了 ，Mark Gover 說借豬大的平台為接羊的毛孩子聲援一下。好了，加油！來，這一次訪問呢，日本端出什麼？端出對印度2兆日元規模的民間投資，日印經濟論壇150家以上的日本企業到場，簽了129份合作文件，1份經濟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把半導體、關鍵礦產、資通訊、清潔能源、醫藥品列為5大優先領域。秦明說是翻譯自己家的美麗，翻譯真開心吶、來，這個白紙黑字寫在這個協約裡面說反對經濟脅迫，這5個字劍指誰？你不用翻譯你就知道嘛。
還有 AI 戰略研發夥伴關係，2030年前邀500名印度專業人才赴日本共同研究。印度高鐵列為兩國旗艦項目，這還是疊在去年的基礎上。2025年8月，莫迪訪日，日本已經先開出10年10兆日元投資的目標啊。但是各位，錢還不是這份聘裡面最重的東西，最重的那一項，用今天這一集的語言講是接鍋啊，他接了印度的這個鍋啦。2025年8月，莫迪訪日的時候，兩國簽了一個東西叫日印人才交流協議，內容我直接念外務省的白紙黑字給各位聽：5年之內，日印雙向交流人才50萬以上。其中包含5萬名技能與專門人才，從印度到日本，涵蓋的在留資格寫得清清楚楚，高度專門留學技能實行，還有特定技能16個業種。秦明說日本中餐廳有多少，印度餐廳有多少，哪裡都有咖喱味，不過很多尼泊爾人開，也有很多是孟加拉人開的。來，各位，特定技能是什麼？就是日本版的基層移工制度啦。工廠、營造、農業、照護，缺工的第一線。我給你一個比例尺：2024年底住在日本的印度人總共大概才5萬。這份倡議等於說，5年之內要再加5萬技術人才進來，在日印度人直接翻倍。前一章我們剛講完，台灣首批引進印度移工1000人，炒到4萬人聯署，炒到要上凱道，日本一口氣簽了500倍呀，500倍呀。那日本社會的反應呢？你以為大家是嗎？我們跟印度哥哥最好了，幹狗屁！日本社會的反應跟台灣一模一樣，就是炸鍋啊！日本的社群媒體罵翻，人才交流講白了就是實質移民，這是引進移民的計劃。然後日本政府怎麼滅火？官房長官林芳正親自出來講了一段話，各位聽好，這段話你會覺得非常熟悉。我們不會對印度國籍者放寬入國要件或基準，也不會設置特別名額，這不會導向移民政策。翻譯成台灣的版本叫做"我們不躁進，按既有機制辦理，請國人放心"。幹好熟有沒有？同一份講稿，日文版跟中文版啊，簡直一模模一樣樣啊！政府簽的時候是戰略，人民問的時候是誤會。50萬人的協議攤在外務省的官網上面，官房長官說這不是移民政策。1000人的 MOU 攤在台灣的勞動部網站上，我們的官員說啊，請國人放心，兩個政府隔着一片海，用同一套維穩話術安撫兩群同樣不安的國民。最後我把這一章收在兄妹2個字上。高市那一句安倍是兄長，莫迪也是兄長，不是隨手的客套。安倍晉三跟莫迪的私人交情，是過去20年日印關係的地基。高市把自己接近妹妹這個位置，是在做一場外交遺產的繼承儀式。他告訴印度，安倍的路線我接了。莫迪配合演出，親熱的叫了2聲妹妹，因為印度需要日本的錢、日本的技術，以及最重要的，日本願意打開的那一扇移民之門吶。一聲妹妹換了2兆日元加50萬人的通道。日本網民自己講的最透徹，我直接引用：人家叫你妹妹，是因為你把日本的錢送給人家。還有另外一句更冷的：地緣政治哪有兄弟姐妹，只有國家利益。日本網民都懂的道理啊，台灣懂不懂？因為第2個接手的就是台灣人啊。第2個接手的動作比日本更急啊！簽約之前就把反對的自己國民罵成了中共同路人，這個地方叫台灣吶。我們之前已經做過2集的印度移工啦，我快速幫各位複習一下這個版本，我趕快等一下急着要去打命運雙龍，而且我趕快念一下斗內啊，這一集說今天講的東西其實就是印度本身也在維穩，他們人太多了搞不定，但全世界不愛他們的人輸出啊，因為有文明的問題啦。
出口誤說大家趕緊按讚，嘎嘎咪咪口說印度人多，但是不好用。No Beer 說，受到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2023年印度官員雇用國境黑幫分子，在加拿大溫哥華蘇里士跨境暗殺一位卡利斯坦邦奇克族獨立分子 Hardeep Singh Nijjar， 最近剛結案。陸委會說中國大陸跨境鎮壓，老實說，看看印度怎麼做。秦明說是翻譯自己家的美麗，然後 Eric Liao 說台風天注意安全，朱大不要被吹走。不會啊，我們明天下午2點的網劇照常辦理。2023年11月，網絡上流傳台灣要引進印度移工，民眾擔心上凱道政府怎麼回應，外交部定調，這是中國認知作戰吶。國安單位說 D 卡有模組化留言操作痕跡，還搬出了奶茶聯盟，你敢反對，你就是中共同路人。然後呢，2024年1月大選，選完32天，2024年2月16日，台印 MOU 簽了。闢謠的人跟簽約人是同一批人，我們講過，這是薛丁格的認知作戰。選前打開盒子是假消息，選後打開盒子是政策。台灣為什麼要接這個鍋？官方說法是缺工。國發會說2030年缺40萬人，首批引進多少？1000人，40萬的缺口你補1000人，0.12%，這不是開水龍頭，這是剪彩而已。真正的動機，勞動部自己說漏嘴過啊。這句話我要用今天這集的框架重新講一遍。勞動部說，若越南、印尼兩國暫停開放引進，恐衍生國安危機。翻譯是我們怕的不是每一人，是現有來源國漲價，多開一個印度、東南亞就不敢跟我們談條件。這句話你把它接到上一章，印度把人口輸出寫進國家法案，目的是輸出失業、進口僑匯。台灣這邊引進印度的目的是壓制所有移工來源國的議價權，順便也壓制了本國勞工的薪資天花板。兩座金字塔在這邊握手啦，而且台灣挑的是誰？我們挑的是米佐拉姆邦啊，印度東北8邦合計占全印人口3.3%，米佐拉姆是裡面最窮的邦 ，GDP 只有40幾億美元，從最窮的3.3%裡面挑最窮的邦，所以啊，台灣專門引進了那些最必須要靠教育能夠翻身的那些人，最需要匯款，最不可能說不，最不可能在台灣維權的人，那些在補習班耗了6年的年輕人，考不上鐵路工的，現在多了一個選項去台灣的工廠。台灣要的恰恰就是他們身上的那個不敢有意見。好嘍，真開心，不敢有意見，對不對？來。但是我們上次講過啊，我們快講完啦！幹，我急着要打電動啊。我們之前算過這筆賬，台灣端的移工仲介服務費一年保守估計150億新台幣，雙邊收費多開一個來源國，多開一條產業鏈，現有的管理呢，失聯移工現在就有94000人，比全台灣的7萬名警察還要多，漏洞不補，先開新市場。對了，還有一個進度給各位更新。今年4月還有報道說長榮7月要直飛德里，現在7月到了，飛了嗎？沒有。最新的官方說法變成拼年底開航，連航線都在玩同一套劇本，先喊快，再做慢，中間讓你習慣。我把這一張收在一個對比上，印度政府是明着來的，日本政府簽了50萬，好歹派官房長官出來，台灣政府呢先罵你認知作戰，然後再偷偷簽約。最後拍拍你的肩膀說啊，請國人放心，這就是弱弱相殘的2026年豪華國際版。結論是什麼？來，我們回到最開始的這個問題啊，為什麼窮人不殺光我們的這本書的作者呢？其實在問的問題，現在我們有答案了。答案是印度政府的維穩是由恐懼、希望、內耗穩住了他們。但我今天要給你的答案不是這一層。我今天朱大，我在臉書有傳私訊給你，我外公的一些資訊，因為我不知道你的聯絡方式啊，就在我臉書啊。沒關係，傳過來，你明天再問，好不好？我再看相關的資料。我跟你分析的第二層，那個苦讀了6年，最後連2路工都要去做的。Niraj Kumar 後來怎麼樣了？他考上了
報道截稿的時候，庫馬通過了助理火車司機的考試，正在準備面試。你聽到這裡，是不是覺得鬆了一口氣？但是我告訴你，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它讓真正拼死努力的人一路考上了，變成這台完美機器的證據。3000萬人搶走9萬個位置，1800比1，这意味什麼？這台機器需要有人考上，它需要那一個考上的人，來讓剩下的1799人能夠有證明。如果一個都考不上，這個謊言就破了，沒有人會再進補習城了。但只要每1800個人裡面真的有一個Kumar考上了，所有的其他人都可以跟你講，你看，真的有人考上了，如果他可以，為什麼我不行？Kumar不是這台機器的例外，Kumar是這台機器的燃料，是它的廣告，是它的活招牌，這就是這台機器裡面最讓人背脊發涼的地方。它不是靠謊言運轉的，它是靠偶爾說一次真話運轉的。就像郭文貴從來不說真話嗎？沒有，他有的時候說一些真話。但是你被郭文貴騙的人會努力幫他辯解，因為你沒辦法讓人知道你是一個笨到連郭文貴都可以騙你的人。所以這個共犯結構就這樣的一直轉下去了。一個純粹靠謊言的系統很脆弱，謊言一戳就破。但一個大部分是謊言，偶爾兌現一次的系統堅固無比，因為那偶爾兌現的一次就足以讓所有人相信下一個兌現的就可能是我，而只要還有人相信，那就還有機會呀。來，各位，我先把我的那個收紅錢的狗皮膏藥貼出來啦。這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啊，有微信有支付寶，各位可以抖內啦。那我們繼續講，快講完了。賭場就是這樣設計的，賭場不需要讓每個人都輸，也不需要讓每個人都贏。賭場偶爾只要讓一個人贏一次大的，敲鑼打鼓，燈光閃爍，讓全場都看到，那一個贏家就會讓剩下所有的輸家繼續把錢投進去。印度那3000萬人的補習城就是一座巨大的賭場，庫馬就是那個被燈光打亮的贏家，而穆薩拉普那個吊死在吊扇上的年輕人是那1799個沒被鏡頭拍到的輸家之一。這就是真相，而真相總是傷人。這台機器的殘忍不在於它壓迫人了，壓迫是看得見的，看得見的東西人會反抗。這台機器的殘忍在於它讓被壓迫的人心甘情願、滿懷希望、感激涕零的把自己的一生投進這座賭場。它讓輸家愛上賭場，讓燃料感謝火焰。我們要收束今天2個結論。第一個結論關於真相，我們今天談的是印度3000萬人的補習城，29.1%的畢業生失業 ，NEET 醫科考試連環洩題，這些聽起來離台灣很遠。但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你在心裡回答就好。一個社會的穩定，如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下一代會更好這個承諾上面的，那當這個承諾開始跳票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當一個社會的年輕人發現讀了書也買不到未來，努力工作買不起房子，考上了好學校也找不到好工作，當明天會更好這根針藥效開始消退的時候，那個社會要拿什麼維持它的秩序？這個問題，印度正在面對，但印度不是唯一一個，而且你在前面2章已經看到了，日本用50萬人的協議去接印度的逃生筏，還有台灣這座島跟在後面排隊，把同一個閥門接到自己勞工的薪水上。這一次我點名了，因為排隊的那一個就是我們腳下這裡。第二個結論關於代價。這座金字塔的穩定，印度的維穩不是免費的，它是有代價的，而且代價一直有人在付。
過去這個代價是最基層那些幾億人在付的，他們用恐懼、用內耗、用被麻醉的青春換來了塔尖的歲月靜好，這筆交易一直很划算，那是對塔尖來說。但等價交換的意思是，這賬總有一天要結。當希望這根針的藥效退了，當3000萬人裡面越來越多人清醒過來，發現這是一座賭場的時候，這筆賬要換一種方式來付了。一個社會可以用希望維穩，也可以用希望之後的絕望來累積它的清算。你今天用了一個麻醉劑，讓年輕人安靜的在補習城耗掉6年，他省下是這6年的社會動盪，但這6年的憤怒跟無奈沒有消失，它只是被封存了起來，存在那個發現自己被騙的年輕人心裡。麻醉劑會退的，而退了之後醒來的人會記得自己被打了多少針。沒有免費的秩序，用希望買來的安定，要用希望破滅的那一天來償還的，這就是等價交換，一分都不会少。最後，我想要回到那個房間，藍色的牆，剝落的油漆，一張世界地圖，一張元素週期表，一盤沒有吃完的餅，一台吊扇。那個房間裡面曾經住着一個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年輕人，他把地圖貼在牆上，因為他相信有一天他會走出這個房間，走進那個更大的世界。他沒有走出去，他永遠都沒有機會了。在聽直播的各位，我今天沒有要給你希望，因為這一集講的就是希望怎麼被拿來當武器。我只給你一句話：一座金字塔穩不穩，從來不看塔尖的人多仁慈，只看塔底的人還剩多少希望，以及他們什麼時候會發現那希望是別人發給他們的麻醉針。沒有人會保佑印度這個體制啊，塔尖人不會，神明不會，真正決定這座塔什麼時候會倒，是塔底那幾億人哪一天會集體從麻醉裡面醒過來，而那一天什麼時候到，沒有人算得準。Manus Joseph 算不準，Tom Sir 補習班天王也算不準，我也算不準。我們只知道那麻醉藥的效力呢正在退。今天的萬志東事務所聊到這邊，感謝各位。明天是什麼題目，我要回去再看一下。來，各位，今天我來看看有沒有人抖內。你看印度的社區問題不弱，是因為他們根本回不去啊。唉，所以啊，斌哥明天去跟人家吃飯喝酒去。所以昨天那一集講那個遊戲業加班的，有網友說：“幹，你不要亂講，什麼遊戲界不加班，騰訊照樣加班吶。”我們那個委託那一群人有講，他說你搞錯了，不是說遊戲界不加班，而是新一代的這些創業者明白說，你如果一開始就把加班當成常態，到了最後加不加班都沒差，所以你不如要求大家把不加班當成一個常態，你的工作效率才高。不然人性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推到加班上面，等加班再做。謝謝 L 小戴的抖內。那這個 McKinsey 下午4點還叫我說趕快開直播，幹，那時候我正在打電動，好不好？所以啦，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抖內，沒有，我們就要開始投票了。各位，一邊投票是今天的內容，你覺得講得好？哎，看，好，明天网剧應該會直播吧？來，這個，所以啊，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好，講得好，請按1；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好，但講不好，請按2；你覺得今天內容寫得不好，也講不好，請按3。還有各位，趕快記得按讚吶！趕快記得按讚。我們看今天的，今天抖內有這麼多，什麼勇說
這個豬兄給講講什麼什麼勇說豬兄給講講爺爺烈士父妻新世居又來台灣怪。我爸不是新四軍我爸是到台灣才讀書的，所以你要說應該算是國民黨的軍隊。謝謝什麼什麼名台灣老朋友說出太多真相，校長也會當作不知道。什麼什麼泰說輕度、中度、重度印度。什麼什麼星說啊，謝謝你，斗內沒有講話。所以啊，各位，我們今天談印度是為了要讓你知道，你接下來就要面對印度大軍，輕度、重度跟印度了。不要在那邊瞎雞巴問怎麼看什麼東西，斗內拿錢來，我就幫你做一集。真是的，媽，沒錢伸手當乞丐，還當了自己媽了不起。告訴你，老子不欠你，我不欠任何人。最近還有另外一個題目，有人要了解氫產業。Hydrogen， 我比較擔心信用卡核不下來，沒有，不用擔心核不下來，已經通知我了，核不下來，我連財力證明都給他看了，核不下來，就這樣，所以沒辦法，所以我要勉強活下去，好不好？所以我接下來。之前有個網友在那邊瞎雞巴講，剛他說他世足賽，他想要做一集講 C 羅的，就講了半天，媽幹根本沒來定做嘛，搞屁呀！氫就是 hydrogen 這個產業分成灰氫、綠氫、藍氫，那他想要了解這個產業，我也不管為什麼，隨便啦。好啦，各位，今天就這麼開開心心的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啦。那我們明天晚上見。我一不小心忘記明天晚上題目是什麼，但明天不是那個韓明哥要去跟人家吃飯喝酒。好啦，跟大家說拜拜了，拜拜。